啥方村从这儿能过去呢？啥方村？这不就上访村吗？都发了，这就一座上访村，上访村。是上访人都来了，做上访村，直接就扒的，你看看，这就上访村。这就叫上访村啊？啊，这就叫上访村。你头一趟来啊？我来过，我没有。哎，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做外卖的样子是？这就叫上访村，这就叫上访村，对。从这95年吧，我们村全村70%的交粮户交了真够粮了。国家规定是户交户结，可是我们交了粮呢，粮库不给我们钱，给我们打白条。打白条，我们村有30%不交粮的户呢，乡政府从粮库的拿我们的卖粮余钱，给这不卖粮的户定了农业税乡筹款了，我们这账就算不了了。算不了了，找乡不管，找县不管，我们找了1年，他们都不管。到了这个96年，我们也就不交了。我说我们交了粮，不给我们算账，找你们不管，我们还交粮吗？等着他们来找我们。可是到了96年、97年2年，乡县没有一个领导找我们。到了98年1月15号，县公安局、县委领导派公安局来，就把我们抓起来了，抓了我们31个。抓的时候相当残暴，是把我们骗到一起，说是来给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谈谈。可是我们都到场了，到场以后，突然公安局包围，把我们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整到乡政府就打。我们单位吧，给我们下岗吧。当时前我头一天上班，第2天就厂大门不让咱进了，说给咱下岗了。下岗了，我就说，我说下岗吧，你得给我个下岗证，给我手续。我说多大岁数下岗？我那年吧，我就46岁。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下岗，你得给我下岗证，那么你得给我生活费哈。完了不给，啥也不给，证也不给，生活费也不给。后儿就开始我就找，给沈阳找，省市区全找，找完以后了，一看不行，就上的北京。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不跟咱们动迁户，也不协商，也不写什么任何的协议，他就给咱的房子用铲车给我200多平房子就推了，是97年的事儿。但是在这之前下的公告是1995年5月15日，是假公告。我动迁是1997年是3月15号，是不？可是我1995年我合法权益就被侵害了。在这时候，他房子迁完之后，我什么也没有了，就扒了。扒完之后吧，我这200平房子到现在我已经9年了，我1平方米房子也没有得到。被告人跟被告人的父母都说不是我们打的，法院采纳与我们有矛盾的，按不在现场的证人作证，然后告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这个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撤销1、2审判决，指令新疆重新审，新疆还是维持错误，坚持错误，只是把人给放了，判了8年半，因为人已经服了8年半刑，就减了半年刑，把人放了，不宣告无罪。我丈夫丁新民是无罪的。我的儿子孔江斌是无军，2001年6月18号给教导员去丧假3天，没给教导员行贿，教导员打了他，他向是无军的军务处长魏建华反映，教导员就把他铐起来，全身扒光了，铐了16天。关押的前3天3夜不给人吃饭喝水解便，关押的当晚进行毒打，致使我儿子终身残废，左身坏了，
精神病。部队把档案和人交给我们，到现在我孩子不说，部队没给医药费、生活费，现在就是连生存的权利都没给他。7、8个人打一个人，人往家跑出去20-30米，你们追上去把他打倒的，这算什么行为？拉开还打，这又算什么行为？拉开还打又算什么行为？追到医院打的，这还算什么行为？怎么就是个正当防卫呢？判决书上从头至尾是假的。凶手怎么说的？判决书上一个字儿不差，原封抄下来的。为什么内蒙下去开庭去？凶手说的加情节、加路线、加地点，完全做了笔录。为什么我们说的时间地点为什么不给做笔录？你们到了省委会上只是看笔录，谁听我们讲话？不会。哎，给他的讲一讲，他们才给你找一下。还关着，首长啊，您呢都是说你们是监督那个医护养院的，您像这些案子你们仔细看看吧，对不对？你们也是都是真是层老人都是有，我们呢也是有儿女的人了，对不对？您看看我们自己一个的父母带上孩子，就说打的伤害成这样的，5口人死了，一个伤了3，我一个妇女带残的要他残，我带3孩子还有2、3苍死，你看看照片，你说是到现在我们任何问题解决不了，你说是到时候一说就拿了就把我们收容了。唯一的我这么一个人，现在把我折腾成生病，你说。有。啊，高法上啥？我听着，从高法上，不是高法上。直接推高法，跟我站哪边？你少跟我这废话，听见没有？怎么叫少废话呀？你说这这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虽然这个走向。哎，把我的给我叫上啊！给你叫上，明天解决问题。电视上那个还咕噜的啊！
你这饭都是在哪儿弄的？那些菜？那不是人家的，那个有些家子他们捡的。我们是到这个菜场。捡些菜叶。捡的菜叶来烧着给小孩子吃，这样东西吃个小孩不卫生，好吃。要不就这个小孩。那个你说我这是哪里找的？单的就当国家的。到了。好多这个胡子。他这一页指定接引导的。刚一个笑，不让人家，不让人家再出来。啊，之前就老知道了吧？你怎么着？你不正常。说。你得服后这师傅。你去不去？你去。哎，去吧，不去让你冻死这。去，反正。上车站里头。好，你行。我手都疼死了，我看这个。这是个老东西。为下列来访事项赋予授权。给我拉到省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谁这样？你这要表啊，要啊！你给他，你得给，你那啥呀？出上看来在直播间里。行了，好了。这么大年纪的干嘛？咬我一口打我一下无所谓，你跟我走吧你。哎呀，坐，让人给逼出去。你为啥这么不讲呀？行了，哎呦。行了，走吧。咱不能在一起就多一点。菜干，
好了，站好，站好，自己走，站好，自己走。不管是好的车，好走吧。好奇怪，不够怪，俺我是修州的，我这样子说哎。花园给我不管我去修州两家结婚去，修州给我经理我去哎，走你修州来了我哎。俺要是父母管我儿宝贵回来哎，为共产党宝贵回来，你见我这个事情管我跑出去，老是这么跑，老是这么跑，不然的，我儿是23了，啥事？刚丢回来才终于给我解决的，我儿子熬夜我真喜欢，现在一个高水平要吃的话，我哥儿把我的过去的对兄弟好父母乖，是，我来也不去不容易，对兄弟好父母乖。我叫死了就是来这吃着把我枪毙了就对了。你啥兄弟都不让我的，哎，我就不吃着我修正。走了，往外走了。啥时间来我就给我比个大夫，这个就给大夫给了我的啥的，我就拿走了。我就我这个给你好吃着。我不是19年了，我对他就是给他不是坏的，你学个枪把我枪毙了，我10几把我枪毙了，你把我开我走。你写的没有啊，对吧？那个，大爷，师傅，问你，那个你看见认识一个小女孩，一个女的领一个小女孩的吗？啊，一个女的在这来，在哪儿？在这走了。在哪儿睡觉？喂，起来一下，你起来一下。啊，对呀，躺下。你好。啊，行，现在你别动，躺下，让他躺下。别。不要怕。你妈呢？你妈哪儿了？出去了。啊。3月2号收容了。怎么？收容了。收容走了。哎，我不用收容，我们走了。然后怎么他们给你带到哪儿？怎么回事？后来去把我们关到这个昌平收容所，又送到这个曲斗收容所，关了23天。然后呢，那个心理干部把我们带回去什么事情也没有问，也没有跟我们讲，我们等了50多天。当时晚上到了个天2点钟早市就把我关收容所了，关到这个南京收容所又关了9天，把我关到了回来头上头，把我推上去子，15个人推上去子，我呢委婉了一条，到现在我小孩子他们那师傅也考不成，啊。到现在我这么大，书也念不成。书也念不成。那你想让他念书吗？我怎么不想念书啊？你说你问你。如果你要是不告的话，在家可不可以上学？不告你要跟我处理问题，要互翻互理啊，互争这个。不能弄来啊，弄来我不服气。他说要把问题解得合理合法。我就回家吧。他就回家不告了。我就不告吧。那你以后再怎么打算？啊？你以后怎么打算？以后打算我就带个小孩子过日子吧。往外面来，都过来。
나도 가려야 되는데. 听不懂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你们啊。咱们就是我98年他抓了我，我从监狱里出来，法制科长叫马双，马双找我就说张伟业，单解决你个人问题，你把他们其他30多人都扔掉。我说我们31个人都是受害者，让我扔掉他们我办不到。这不我拒绝了他这个要求，我拒绝了公安局的这个要求，这就开始对我接二连三的开始打击。一开始是抢走我4轮车，我一个农民，4轮车这就是我种地的主要农具。抢走我的4轮车，可是我也没服，还继续告他们。这后来他们又采取了这个毒辣的手段，把我这全家人的土地抽回，把我青苗卖掉，撵我滚蛋，不承认我是划船县人，一直把我弄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他们给我造成的损失太大了，要是彻底的给我解决，他们要受到处分，要赔偿我相当一笔钱。所以他们吧，又想不让我上访，又不想赔偿我钱，又不想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是不能答应他们。我所反映的任何一个问题，我都有证据。是铁的证据，咱没有扩张的一点。我洗了。这个衣服不穿了，这个。把那个锅盖盖上啊。讲八了也不行。上班呢，这个一样。
来，来，哎，那帮姑娘，走。问一下哪的？快点，杀鼠！这样。说也不完了，说不完了。啥东西呀？啥东西？就互相祸害吧。祸害呗。那就祸害吧。对。看谁能祸害谁。谁愿意祸害谁，谁祸害谁。没意思。别别唠那没有用。那祸害，我看谁能祸害谁。谁要给他祸害？我就差你一个人了。这真有意思。差我一个人。我100万人口差你一个人了。那你就别接我。看那能祸害。你别接，那你别接，你别管。你就往江里整吧。你愿意往哪整往哪整。有意思。这一代有没有什么好的事和不好的事？有的是。说两个。是没有意思。谁都不愿意记那些事。天天，反正是这2天是天天连。昨天晚上就吼，吼到今天早上又吼，就这儿经常吼现在。为了你5个我掌握住警察手里，为了你当时还500警察，对吧？一个说9场，马上说的说9场回家。你为了你单位，你当时一个真的停留在那说我，把掌握黑死的。啊，现在5个的，哦，说不是黑死的，说病死了。我说什么病？我把那个小都是堵到过去了，他现在就把那个门哈。我这不是好好的去的吗？一去吧，他们就开始拉拢我，让我躲避我妈，别跟着我妈，让我自己回去上学。那你没跟他说你回家是怎么一个情况？回家能不能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把我妈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我说我妈没有神经病。他就要打他的。我说没有，他说你再说我就打你。我手动了就要牺牲那么多年。就这么我就不敢吱声。在那边都是坡啊，你回来。真是我爸要在，他们要是夫妇双在一起，我肯定不会在这世界上。我就是怕我妈一个人显得孤独，才陪她的。傻，真是的，傻子真傻。那如果他们给你结果了，你们不满意，还来吗？不满意了再说不满意的事儿吧。那又是一种说法了。啊。发财，叫我明天吃，明天那把小叶逮得了。我说小叶逮得是不是收养啊？是收养的话，我说我就把它亏了嘞，怎么收养啊？啊，我们跟你们店里是，
你是喝，明天抽回去都回去。啥时候？啥呢？他是骗我去让收容得了。哎，看出啥？收养啊，他骗啊。啊，起码这个车子去替你糊弄，糊我指令的了，糊了10年好的了。我说我学会咱们了，上面就下。还有血流着呢。都是，还有好多都烂了。这条子干什么用呢？经济谈话呀。谈了吗？没有啊。谈不谈不在家。那个简直也不谈我，他都是假的。以前吧，这还写个名字，盖个章。你看以前还写个名字，写个地址，现在这背后省事儿了。在背后盖了一个章，一大把呢。他写的，他那个凳子门子那里他就写啊，没了几天都是吃肉，他都是假的，实际他一回都不谈。我跟我哥哥2人出去过鱼槽，路上抓了一条蛇，就他那个监狱，他监狱外面不是有那个大门啊，大门外面那个一条公路上过路啊，那个他突然窜出一个那个警察，就给他窜出来拉住，他就满身搜，身上没搜到什么东西，看到我手上一条蛇，他就来讲。啊，我就讲你是干什么的？我想这样子抢，我讲我出来那么辛苦，这样一句话他讲了，他把他惹火掉，他就把门打开，他把铁门打开，叫8个老干部出来，他2个人加他把我拉住，另外一个警察去把铁门打开，叫8个老干部出来打，送到医院抢救了过后啊，他讲你没什么事，也不跟你检查也不干嘛，就把你卡在医院。卡在医院呢，我们在医院呢没办法，我看在医院啊，2个月过后那个肌肉都开始收，在医院都开始收，肌肉都收了很多。他讲没事，就2毛钱的油把我吊在医院，转院他不肯转，我们自己转院他也不肯，就这样搞来，他一要搞来过后他就不给我，就2毛钱把你吊在医院整理住，你没事。这就是他们上访逼他们打。在我老父亲这里，你看这个脑袋哈，这里打了一头血，你看都是死血在这里。那我妻子我这里就给把血都没血管，你看现在还有一个伤疤在这里，就打断了。当时来的，当时来得及，要当时不来得及时，这条命都没有了。把我老婆把我哥哥绑到车子上，用手铐铐在这上，身子给他绑在座位上，嘴巴用胶布封了，把他拉走，拉回家就把他们。包车子啊，在这里包1部车拉回福建省，包2部，我给他抬1部车，他几个抬1部车，包回去拉回去就把他关起来。我表哥呢坐在家里也给他拉去关3年。我这个哥哥那个时候好好的，背我能走几10里路的，只要给他拉去关住来打残，他脚也打这个了。不点，就给他不点，随便点搞定。啊，你啊。
那不好，让我自己吃，不自己吃，自己吃。怎么样？这儿里面上吧。我有被子。被子来棚子去。你没棚子就来去，来有棚子。想找个地方要遮一点漏水，是吧？要有遮漏水的地方。对，不然打地就没办法。现在我们地方把所有上访的人员全部关起来了，都不能来上访了，上访不了了。你这准备往哪儿找啊？现在还没有地儿。桥底下那不有那个过街天桥底下吗？桥底下我怕地方来接，但因为他都给我关了几个月了，关了我是逃跑来的。如果他再抓住了，我都不能逃跑了，逃跑不了，他都永远关下去，他也不给你解决问题，明白我话吗？明白。他要再抓住你都不得了，现在他们抓了人都打的要死。我们这个县里有那个民办老师有5467个民办老师指标，现在他们那个县长、局长他们都把他指标全部卖掉，谁给钱把谁转公办教师，因为我没有钱呢。没有钱，他也不给你转公办教师，也不给你辞退，就给你放在一边，不管你。然后我来上访，他们都搞假材料汇报。现在我上了法院，法院违法判决，有什么办法？你是老师啊？有什么办法？一审法院。他用那旧文件、过期的文件，他作为法律判我败诉。二审他改变我诉讼请求，你说的怎么说呢？找个板子，明天再给你拿来。明天再给你拿啊。我去染料多少？对呀，我这个摊在那里不染是摊在地上，明天再明天再给你拿来。不平时要给你染的哈。啊？不平时的要给你染，要平时的地方，装饰的地方。都是碎的。我给你染了的话。当然，再拿一个这个东西，它不冷。
7万你把它拿出来，盖哪儿拿去？啊？把它那个放起来，盖会房子里，房子里不行。在这儿不行。家里的职业还是不到工资。小镇的法院工资发展了，相信政府可以吧？他可害你可没那么害，可没。他们怎么问你的？你说什么？我当时没说，就是我同意回去，他不同意回去。你妈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回去，在这也是吃苦头的多。因为你太幸福了。挺开心呐，鼓励呢，车票。那你妈明天能走吗？啊？你妈明天能走吗？不知道，走是肯定走的。他问你同不同意？你说，他问你了。我也不好说。嗯？他点头，我也点头了。那他还怪你？反正他这人就这样，经常的事。3天2头说，这样不好也说，那样不好也说，没办法，他人就这样。比我们写保证写啊，他就给我们。要手机户要手机保证。你写保证吗？我写他们保证啊。对，你写的，那你生什么气？他让我结果了不给啊。那你生什么气？我当不是背回去吗？回去家人不得拉萨不是他是有来吗？那你可以不回去。票开了，你不回去你怎么办呢？票给了你不要了，你不回去了。你不是想待吗？那你放着。那你要在那住家吗？你住的待呀嘛，票开的，你叫你不走啊？啊？你大脑有没有问题啊？他那哪个人来盯着你呢？你病的病人你怎么病呢？那你当时怎么不说你回来怎么了？那你头应该没在呢，你头应该你不能回说这句话。小孩子在你我，你如果在你不好好听说，我小孩子懂什么？今天加点肉了啊，加的不多吧？这吃你挑了料了，你不大碗。这不把手，这把都跟这样子。
歪了。你造完了还没？你想干嘛？我能干嘛呀？你想做面？自家苦了呗。那我把它整了，你才下面，因为我米已经时间太长了，怕不好吃了。我想吃米，不想吃面。那你等吧，你慢慢等吧。你等我把整好了。你告诉我等多长时间？那我饭熟了，那我不可能把饭烧交给你吃吧？小李子排队了，你做啥呀？你刚来，肚子里有油。别吵吵，我早就说话了啊。啊，你。我刚做的不行。Jolly bollar. Tycker du om de här pyttegulliga smakerna också? Mana. Nästa, inte där på mig. Tack och till sig bara. Sen då när är det? Det går. 什么人打的你？街坊的。在哪儿打的？在三里屯派出所给我接出来，完在车上打的。打完之后让我下车我报警，小红门派出所接警。三里屯派出所就。接警要求看病，完了我们当地街坊去给我接出来，说半夜了没有医院看，完了说第二天给看，第二天我说我自己看去，完我就走了。没事。我告诉你，摊上官司可别打呀，夹吧夹吧就咽了，走上这条路就完了。他每天祈祷靠菩萨保佑他呢。啊，博宇不是死了吗？保佑你见青天的。啊，博宇见青天，不能不死掉了嘛？像是我老小牙吃个肉呀，那个林种子都大的，不是把那么死掉了？寄托在释迦牟尼佛祖和观世音菩萨身上，我那每天拜佛。佛。去年分开了，我们都分开了。回去回去3天，临时4天。赶紧回来了。赶紧回来，我到老父亲那回去，没马上看了我就回来了。房子底下保路出来，我们家2个就不得出来了。你们房子还没事，还挺好在呢。都没回家，都没有回家呀。我们自己家。现在不该回去啊！现在我在家里，他们推到这个湖塘上去的。我现在还赶到家去呢。我日前回去都回我自己家呀。现在呢，这有就是晚上的呢，晚上下班早就没当啊，一张2张天了。白天呢没得时间，白天要搞庄的。还得下下午那么迟到。干了。那你们每天都跟上班似的。是啊，我们为了实用啊，我不是。
天天去。天天去啊？就这么多年就几乎没停过。没有停过。比上班考勤还积极。现在你可以怎么办嘛？现在不得办嘛？现在黑的最惨了快。现在你看我那个这个治病啊，见人民一样的，生病都见人民一样，嘎。精神病药。你谁给你的？医院的。医院啊，你不拿那个药，你别想吃的呀。简直猴子洞的那个药，这个现在那个水都说话了，吃不起的呀。安定是不那是？我那会子我不是吃个药，不是有指定，混着很重了呀，也玩不进啊，我就没有走过箱子的。我反正个人全都走过箱子的，我这边就是证据。这个小家伙呢，他有时候呢不懂事，叫他一个人上我那个看东西，他不看。我本人呢，我想着走向把这个箱子走给他看。我从来上完多年这种脏的事，我从来没有整过。我给他咋说呢？他中间给100块，你看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共产党的腐败前进，冒着共产党的腐败前进，前进，把正法竖起来。这2句词儿，一个是摸着敌人的炮火，不是敌人的炮火，摸着共产党的腐败，下边就把正法竖起来。我把府门打开。
个是骨子发体到过去，去他呀，这个花园呢，等个这个压力的什么味，困难的是不得了。你娃就上得的，这个地方公司干部，把头给揪，那个上一个来的，他就把他去把他挨起来，把他拐起来，都可怜哇，那个这个手里给抠啊，不得的。哎呀，我的闺女，你往里一个个往外一个个不成啊？你把家伙搁那儿啊？那找房子的最起码有30个，主要是我都大户肉了，就住一晚上多了。你这不是这一晚上这老太太咋回事？反正是早就买，没人走。行嘛，我们住俩能坐一晚上。2个人。2个人，1个人差不多。1个人看你小姑娘可怜还。我能差不多。不是那个我们就是这个伴儿，你说他。那2个人一个人行2个。来，老太太，快点。不是那个，我真的没地方，我们就是找这黑了，找不着地方。他们好多人都住北京站了，这2天。1个人行，2人不行。会开上就。你去常会都完了，常会就回不来了。都在这亡命之徒，都在这个。对，得开会都来了。开完会就都了。不用开完，3月3号开会，可能就快的那个赶上了，都3月3号都得上了。到那等就等这么一天。你还没交钱呢，老太太。收钱了。黑龙江的郝小工，郝小工有吗？踏着春天的脚步，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今天，我身后的人民大会堂再次见证了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聚首。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协委员们在这里共商改革发展大计，再写辉煌新篇。下午3点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像我这头。
找你过来，往前走来，往前走，往前走。有，老别往后看，有。往前走来，往前。跟华子，上方言，在位地，上元。全国人民支持你，为全国人民讨取公道，宁可死了也值得。死了是为全国的人民死的。提出条件，废除《新房条例》属地管理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人民来选。以前当过村书记，因为举报学校乱收费，把他保护他7次做监员。妈呀，太坏了！他不是贪官，他就要走到这种下场。他要是贪官，跟你一块贪，你是贪官，他就没有今天。对。他们五个策划的，出面是他一个出面的。所以那他腐败太厉害，经常年年看到人家会给狗软狗屁股。他害嘛，就说你搞他，人家就找不了回来，就把人死了。才能引起了上访的。老姐姐，就这么腐败，就这公分我们咋找不着？你这公头，谢大家。还有鞋，鞋在哪儿？水衫女的，不是那个水衫女穿的是哪儿？行不？全都拿了。那羊肉骨头在那儿，你扔的。帽子、鞋，帽子都拿回来。这水衫女的。加工。水衫女的。这是证据。要是人死了，你上哪儿知道是啊？啊？还有呢？啊，脑骨来捡。简直把上访人逼得走投无路。你搁这样住还抓你他妈的！脑骨了。脑骨。脑骨。哪儿？这是吗？脑骨。那点还有个女的，他俩是一双。身份证。男的？男的吧？男的女的？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哎呀，这口子。这回脱了。哎，你看看，大手指门都戴了。这还有一件，这还有一个衣服。呀，这老天爷呀！这手压的。他这手指甲拖着多远？在那边拖着老远了。还不管，哎呀，手指甲。他们上好了18年。18年，我说18年，那可能这是说最少数。那2口都死。2个都死。对我们正常上访，你来接访，你们抓我们接我们，你们是违法的，对不对？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人权，我们要安全。咱今天来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就说呢，我就说水平有限啊，也不能说呢把这个事组织下去，还靠大家依赖大家，说听听大家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最起码来说，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呢，这么大岁老人了哈，是吧？他这个经历这么悲惨，咱们这个时候我这不是买点白布吗？大伙儿齐的款子没清楚了，完事咱们给他那个就是说愿意的啊，这不是说愿意的，咱们给那个表示点哀悼，咱们那个有点表示，就是说那个也是说我心里想说的话，我也想这么办，是吧？就是说这不是说那个咱也不是说不做过激违法的行为，是吧？
我说咱就说呢，把这个布买上以后，咱就是说该戴的还是该系的哈。咱们那个就是表示表示吧，就是说咱们毕竟说上访10多年了，说认识那个难友啊，我是有这种观点，这是我主要观点。咱们对，同意，我们同意。咱应该怎么办？应该醒悟了，就是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说咱就使政府说领导人知道这种上访是那个这种结局，这种那个哄骗咱们的，咱们也是人嘛，咱也不能说要人再愚弄下去了。必须要实行民主，没有民主。我们的法就没办法。民主就是力量。我们上访，我们中国人全都得救，你到过新法口也没用的，否则是白扯的。你不学法律，不学政治，你是不懂的。现在我们的上访人受到了欺压、打、抓、关、回去，关到精神病院、劳教啊，由他们的指官就可以。劳教你，没经过什么法律程序，没法，所以现在的国家就没有法。对，因为现在有过级人大都是官僚代表大会，没错，他不是人民的代表。他们简直就是黑社会，新法西斯。对，中国的法西斯，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对，中国法西斯，你没得告。对，这个世界，中国同胞们（括号尤其上访同胞们）括完了冒号，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美丽的谎言，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持续进行专制、独裁、腐败统治，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刘少奇和彭德怀等老一辈中共高级领导人被大独裁者毛泽东杀害，足以证明以后的中共专制独裁照旧存在自相残杀。统治者对老百姓更是肆意欺压、屠杀，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及伤残等。受压迫的人民连年上访，有几年的，还有几十年的，普遍生气上火、病残，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冻死，有的被解放的害惨害死，有的被解放的整失踪，但就是不公正解决上访案件，全部政法机关和信访机关绝大多数都在欺压人民，害上访人，丧失人性。上访同胞们，上访路是条死路，死了上访解决案件的心吧。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上访人逃跑过程中撞上火车，当时就造成2死2伤的恶果，极其悲惨。呼吁醒来了，起来！全国上访同胞大访游行，废除中共独裁，实行民主，是上访人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华民族（括号含中国）的唯一出路。醒来，起来！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民主，实行民主，废除独裁，根治腐败，拯救中国，建立民主新中国，造福人民，前进，前进，前进！好，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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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倒是不错，要这么写，大伙儿是不是能够支持咱们？这是。哎呀，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已经是死路一条了。哎，早是死，哎，早死早拖着。哎，人们已经知道这个上访路是一条绝路了，没有别的希望。这种机制不能再下去，再有什么好办法？上访内蒙同胞，别管，正好那个是。上访同志，上访同胞，上访同胞，内蒙上访同胞，上访不罪，上访不罪。
这一生呢，不怪谁，就怪这些做父母的不负责任，把你弄得今天这种地步。有时想想挺那什么的。人家一生像我这么大的上学的上学，基本上都在上学或者是在家里边呢。有几个像我这样的？我们从上一个星期就开始打算了，到今天我就告诉他了，我说那个星期一中午到那个你在站台上等我，然后我就直接过去上车。他把票都买好了，然后就直接走。我说我给我妈留了一封信说的。我现在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那个为了我的幸福快乐，我不得不这么做了。你既然反正你早晚也是要跟你分开，你反正你把我送回家也是要跟你分开，你不如让我一个人去生活。我一个人打工，自个儿养活自个儿，我不想回家。回家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也知道，也不是不清楚。然后一个人打工养活自己。你什么时候想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回到你身边。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什么时候再回到你身边。来到759次列车，车票的旅客，请到广场西侧第6进站口检票进站，请到第3站台南侧上车。来到759次列车，车票的旅客，请到广场西侧。我妈那么哭吧，养着真有的是，但是我要不走，她逼我走，我估计我走，他情绪什么样，我也不敢想象，肯定是特别的难过。然后，我到现在我还是拿不走。站台检票组551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车底在第3站台南侧。站台检票组551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车底在第3站台南侧。站台检票组551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下午检查一个顶王星的。哦，好的，不错。大家还不是。你这看他小舅子，他今天忙不死的。这个信呢是小娟给你的，因为我今天我确实看到他，我也不撒谎。他看了，他说他出去散几天心。走了。对。他走了。对，他说他散几天心出去，然后就他让我劝劝你，说你。不行，他走了你不要跑，他走了我。不是，他已经坐火车走了。他到哪去了？啊？到哪去了？他坐火车，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不行。你别看弄哈啊！那么事你别干弄，就说那我就说，你别干弄。我这包有你，我这包有你，你别。那你也
你也不想看看他给你的信吗？我要开什么信？他让我来劝你的。我要开到。我让你好好想一想。我要开到什么信？为他想一想。你们哭让我痛，哎，你搁那哭让我痛。你们哭让我痛。不是谁都想骗你。你们哭让我痛，那高产离婚你没有的。他走又不是想跟你在一起啊。对啊。他就是他出去。我也没有打他，我也没有骂他，你干什么？我知道。我干什么？我干。哎，你都抓骂他，这样子吧。当时抓了3个人，还有个齐木哥，还有个小张，就说这个事。说是后来人说理由了，说我游行了。我说我游什么行了？我咋游的？咋叫游行？他说你闹这个白布干什么？我悼念了。他悼念怎么闹白布呢？我说咱内蒙这个习俗啊，阴死了嘛，我悼念什么？这我姐姐嘛，就这么事儿嘛。你不让我悼念了，你来管我这个事儿了。说哪有这么悼念？我那怎么悼念？我那是街上喊，我那么有钱呢，可以那个买花圈、弄挽联，这上电视。我咱没钱买块白布嘛。说你搅局，我这搅什么去了？我是堵门了还是堵道了？哪股道我给堵了？哪个门我给堵了？这很简单道理嘛，是妨碍交通了。咱们讲道理，你说这个要是不咱们要公安要不讲理的，咱老百姓怎么活呀？我说我不能不走啊。这我一走不怕，你4、5个，给我弄他妈地下室去了。弄地下室正好碰见个小园，小园在那儿在那专门又弄2个保安看着的，专门看着。咱们5000年的历史吧，就是说独裁腐败、恶性循环的历史。一个新的独裁政府成立了，好2天，逐渐的腐败下去。腐败到就不能再腐败程度了，老百姓忍不了了。起来推翻他，再换一个独裁政府，一直这么换，包括现在共产党上来不还这样吗？所以必须得改变这个独裁这个问题，独裁不改变，不实行民主，永远没好，恶性循环，始终是恶性循环。如果要实行革命性的那个改变，也像那个过去那些革命，以及说是像国民党推翻清朝那样的事儿。共产党也死很多人，对共产党来说不是件好事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希望看到那一幕，自己自相残杀，希望他们能想开。改良有什么不好的？不同意改良就是革命，迟早的事儿。迟早的事儿。您这出来是什么原因？我这次出来吧，也就是上访，主要是所里的事情。所里的事情。也算是找一找他们吧，但是也没什么进展。现在真是中国现在人，我跟你说啊，有几个人是在州生活的，都是贵州生活的，知道吧？有几个人你在州生活啊，大部分是贵州生活，特别是北京的所谓专家学精英们、新闻媒体这些人，都按照2字的喊，知道吗？他们贵州不像我们贵州了，他们贵州是光注皮肤贵州的，他们诉求不同。他们是诉求利益、诉求权利，充满灵魂。这个上访人都贵州生活，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心地善良，他是维持自己的权利。几个人不贵州生活的，借助人就贵，借助权利也贵，借助金钱也贵。他们那儿有一会儿，他们那没错的，没有人贵州生活。出去吃饭些，在中国人群中是不会存在的。不管谁执政，对不对？这制度好，要实行，
老百姓都应该欢迎。这不是针对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个人来说这个话，是不是？制度不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了。向党宣誓，向党宣誓。7月1号向党宣誓，我们为了纪念党的生日，做一个个人比赛。我可以，要为了党的宣传嘛，你别全部拿上。为什么宣传？为什么要宣传？这边有个人走起来，走起来。你们可以做好个人比赛，我找一个诗歌朗诵，我朗诵完我就走。咱就不要看了。这边有个走起来，别看我，走起来，走起来。上走，上走。睡觉了。哎，怎么办，老百姓？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呀。老百姓成天就这个受党奴隶，对不对？奴隶党到什么时间才能完呀？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新奴隶。中国将来也说到，那就是应该是民主的，让方方面面共同能够去参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大事。如果纯粹用这个一党来执政，好像又不放心其他民主党派。中国呢有一个就是巨大的缺点呢，好像就是说一派吃一派，你站起来呢，你肯定就要整治我；我站起来呢，肯定我要整治你，都是在这种不信任的状况之下，就导致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这个民主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应该它有一种宽容啊。没有宽容，根本就是说达不到。妈妈。顾客朋友您好，本店鞋帽、百货、肩包、玩具、食品一律拆迁转卖，欢迎。本店所有相关玩具、各种打算一律清仓转卖，欢迎选购。
候车室一个人完了也不留了。啊，11点钟封站，你们去哪儿了？你们去哪儿了？火车？邯郸的407，出门往左拐，快了，马上是10点50了，出门往左拐。明天就不通知了。今天晚上就往那封站了。今天晚上要封站。啊，这几天有点馋，这离奥运会是这么近。把他的东西往我这边扔，把我的东西往你们扔，老毛的东西都这么给你就葫芦脚茄子叫那女不干，这小保安坏的都坏死了。你看这缸都砸了，你都装人家户水，砸了飞螺丝了，这都飞螺丝，你装人家水，夸的装了多少下子，太欺负人了，这太欺负人了。我就喊，我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啊，我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是中国人啊。我们当难民，我们也不愿意。我们到今天的下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会这样。我是在这喊，越喊越砸，越喊越砸。前主听你讲佛，我们也讲佛那些公家们送我说素日整天劳苦的人，也是以那饥饿的人饮食以上说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也不知道中国还等待什么，现在就说双方的人越来越多了，难道说还等着全国人民都反了？我是向您们打听一个人，以前老在你们这儿上访的戚华英，老在你们这儿上访的，江苏的。我还以为我是他的女儿。
最早住的地方都被平成大路了。别那个孩子来看你，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你小娃子嘛老师，他们这个让你不要脸。小娃子嘛老师，你妈他妈吃的你那里干什么？小你孩子，小你抱着孩子来看你。哎，先说你先怎么说个？别那个让我替你怎么在呢？我的小你来看。啥呀？你女儿，你这没有那种干什么？好吧，好了。你谁放那了脖子也当的，你放那我干什么？啊！别了，我去，我求求你啊，个孩子来看你别不懂事啊！你带我，你用人头啊！你带我，你带我，你带我！我，你怨着我，你就讲呀！带我！你别用人头啊！你别拿人没明明啊！你带我，你带我！你别买人头啊！你别买人头啊！你上个位了，你不是上网的。孩子没有别的意思，上来看你。啊，用你命了噻，你用你人头噻。别那个，你别。你用你人头噻，我晓得你的噻。啊，他是在于你女儿，他怎么整女儿的？孩子不是来来看你，孩子没有别的意思，玩的好了。他找打工出来打工，找个对象来看你，抱着孩子来看你，没有别的意思，不是来接你，你别，你带我吧。他跟哪个有求你进的？你的种子为啥嘛？哪个有求你进的？啊，哪个有求你进啊？他上中就为找你没找的呢，上哪站找你没找的呢？老成别他送去我。别上来，别上来。你别吃孩子就不越多，你带我吧啊！先给我挣回来吧。你上来干什么？你晓得懂了吗？小孩子都不懂事啊！小孩子是我养的。孩子不懂事，他想你吗？想我有求你，啊，我有求你让法律保护了，啊，你有什么求你不要保护孩子？啊，你有什么求你保护孩子？不常常的一路着，你别怪孩子。你有什么求你保护孩子？啊？别怪他了，你有什么求你保护孩子？别缺孩子，你别冤屈孩子，行吧？我求求你，你别冤屈孩子。你现在不难受是吧？我现在也刚老一个，你把我车厂，就那我们家没有，没搞那个厂，他车厂啊，车厂看到那个事情，来了我现在不难受啊。到你家嘛，我老怕我老了，我接住了，来了我不难受。我现在不是答应了，我是不看了他老是来。原来那些保护我懂啊，原来那些保护我懂啊。别看好路上啊，你那个孩子，我有孩子，你们知道啊。你把他死，你看人家几个吻啊？你跟他们录过吗？你现在想着我了？我想着你，但是我把那个你拿去上班了。哎，没你上班，你把这上班，你那么做个的养我，你那么做个的养我的啊？我的有的钱有的要，你把那弄你把那搞就省得你去。你要不就这么灵啊？你电视里的都放了，全国都放了啊！啊！我也骂你那懂都没个啊！我也可能你把我车毁了，我也可能敲个单子没收车的时候，我看着你啊，你皮子烫了嘞，我老你说你养我这个样子嘛，你领导的啊，我这个样子，
那后面里的，前面车里压的水果，前那个3万的开子吧，黑子的了，把我那个，压的把胡子在进冰站熬了，你的后的就给那个钱，给的那个钱啊，没有好肚子，啊，没有好肚子，后面样子白的个，吃白的。离开的我就吃的尝试吧，那个姿态做的不一样，我什么老子都没吃，就我这个车啊，你说我啥也没啥也没，啊？你说的对呀，我老子。我事故的，我说你这个做事故是我的多少时间啊？这个突然就从日本多么些人。你李聪聪嘛？不要，我好难听难聪聪。我是在这。你聪聪懂。你不有你这，你去哪飞了是过的头。再给你玩玩。我走。给了吧？给了吧？你想抽饭啊？我有你姑姑。这个大人没有吧？你有你姑姑。晚上啥胡子？小孩子晚上睡觉，我这是。还有那个你那个大子是我那个有。没有，那个大子有你姑姑。还我姑那个人，还有那个小事的。没有，跟你们看了有意思。挺美。你看了有意思。那你那个啊，我的人这个有那我送你了啊。没有你送。我一直和你那玩那个努力的手啊。你这个的啊。这个。你真的我那个啊，没有事。你那个，没事个，你搞着。你别拿给我弄一个，你得马路上。你说呢？谢谢你啊，奶奶。一点不错。我给他枕头底下塞了点钱，你告诉他一下，他不知道。你告诉他枕头底下，他知道。啊，回头我走了你再跟他说。我给他，他不要。谢谢你啊，奶奶，让你为难了。走。哎，你们吃呗？我吃，我不吃。我就吃。我们过桥这个啊。咱种的地方可远了，种的地方他妈离这有10多里地，20里地啊，20里地的。没办法，现在就得都来叫那个郊区住了。那边人干脆那边变成上房村了。现在闹的什么？附近吧，就告八胡同那边一拆。赶这个上房村再一拆，完事那个天天抓，人上面就明文指示，就不许上房人在这住，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他们怎么事闹得桥洞乱七八糟都弄郊区了，现在就都把上房人赶到郊区了，是这样式。
你搞啥嘛？这老乡啥东西？你们到哪去了？啊，这老乡把啥东西？你到哪去了？放假。桥山。到桥下。这真的老大爷。咱这儿比那儿怎么样啊？这儿比那儿是干净一点，但是空气不好。那里已经变。这里空气不好，这里边垃圾太多了。这里阴暗，阴暗的啥也看不见，反正就是透明吧，就是比较干净点，它不容易清走，就这么一个。哎呀，我。痛恨这个世道，没有老百姓生存的权利。你是潘大妈的儿子吗？啊，是。你来找潘大妈。啊。从那里头说是吧？我这说不大好。那你跟不跟儿子走？不走。家里的人叫你回去，他个人家里的人了解，对不对？也理解。但是你究竟放什么，他不知道。他就寻思为个人那个小家庭，为你自己的儿女都能养活了，回家老了，你放几年放死了，你反正你。家里有好吃好，挣多吃多，吃好，挣少吃一点，就能养活了。他就是这个事情。你在外边都挂心，谁都挂着你，你反正是，这以前放是因为共产党腐败了，就是说给共产党提出来，共产党已经腐败了，下级这么低，上级这么低，只是为了挽救他，也就是为了挽救他嘛，是不是？发了多少封信？今年。发了2封，一共就发了吧？发4封。4封。啊，4封信。头2封都是在哪里？在这个你这回去写的，回去在这4年监禁期间写出来的，写出来的。说了，根本就啥用没有，还要去做。实际上什么用啊？提意见呐，干什么？哪会管你那事儿啊？问题吧是这样。我也不想去当权，我也不想争权夺利，我也不想这么的，只是当领导的一个心惊胆战的，他做错事的一个心惊胆战的这个就是一个表示。实际呢，说实在的，事不关己，高挂起，因为我受了打击了，我才到了国家，我一看，在下边你比如说，我就以为我自己，我们那个地区我也看不见别的。可是到了国家一看，受委屈、受冤枉的，这么多呀，是不是？思想的转变也就转变成国家了。在下边，他不光为我不讲理，违反政策。你怎么看你妈这个行为？叫我看就是傻的行为，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你看，实际没什么用，干脆就说自己高兴不要的罪，没什么大意。但是我要觉得我对国家没用，我也就不放了。
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说吧，把他接出来吧，他也不好好跟家待着；不把他接出来吧，看他那样又可怜，不知道怎么办。你去看他了？我一个月去看他两三回呢，基本上一个星期去一回。但他们不放啊。不可能放的，这不奥运嘛，他怎么可能放人啊？重要的东西，他说的这其他的没事儿，就这些得带。厚一摞，这估计差不多就这些了。到时候一会儿去邮局给它存起来。当时也是，那你妈就过来行了。他呀，他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啊，给他关精神病院里去了。嗯。那咋不要呢？那不能出来。你要不出来呀？你往我要吧，你妈也没精神病。他没有，他关键是他不让他。在那里，你知道小娟子可遭罪了，可不是人待的。我也不是知道啊，没办法。要不出来，我上西安门上访去，人家2003年去，2014年给我弄一诊断。当时没去，2005年就去了，2006年去一次，2005年去一次。现在我不上访了，不上访他也不包了，就在这待着。那我让他倒在得了。但是你不来不行，我不来北京绝对不行，在家活不了，我必须得来，来了不让上访。我您什么案子？人权的事儿啊，别的案子也有，管我的事儿、单位的事儿都不解决。不解决啊！但是你精神病院常待就是吃的那药就是精神失常了，失去理智了。这精神病院得俩人啊！我就吃那药吧，治不了去。何必新来一种药？这种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就是拿这些人实验，知道吧？都是这样，多种多样的。到现在这社会，没法说。我信佛的，人就是坠落，不明理了就是坠落，对不对？这事儿咱没法说，说多了对国家影响不好。人说对国家不满，这人呢就是糊涂，都是为了钱。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事儿怎么办，真有点懵。说这是山西那谁他娘了，反正我领着这儿。原来您这住了那么多上访了，您也不了解他们怎么上访？没有。咱就知道他们天天出去。这韩老板。韩老板变成上访了。我也变成上访了。
啊，咋走？啊，走，这是我们原来的家。这是我原来的地儿，知道吧？我就这儿住的，知道不知道？是啊，对。拆的。但是住的房都没有了。房没有了，我这找了我这老地儿，知道吧？我这住好几10年了。在这儿？对。28号这是我们小房子，这是我们地方的。不知道吧？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地方，不知道吧？这不是成你个国家了吗？成国家的了，成国家我得告他呀。你告国家你能告赢啊？啊？我告我赢包，你看看。告国家你能告赢啊？1分钱都没给我们。反正拆了没给你们钱啊？ 1分钱都没，还没给的。要不我们赶回来。要前往天津的旅客，请到18线。From Beijing to Tianjin is now ready for boarding. Passengers heading for Tianjin direction, please go to the waiting area at the bar and check your ticket at ticket check AT19 to board at platform 19. 张大哥，张大哥，还在呢。上来不上？你上来不上来？行啊。你上来不上来？上来。你好，嫂子。这边封也没封住啊，串了一个格。 来吧，你过来吧。俺嘴上说是给你解决，他就是不给你解决，就拖着。你要这回这一累，这地方干，比多加鱼都难受，多加鱼还有点凉了，这里边连点凉没了。连点凉没了，能成小的也行。